当然，接下来开箱就是这个 S26 Ultra 啦，哇，已经热腾腾的上手了。不过我也不想骗大家，这个就是模型机，所以我就会根据这个模型机来看一下，说这次的爆料消息有哪些是比较真实的，然后也顺便会跟这个 S25 Ultra 做一个比较，看一下说有哪一些地方是不一样。那我们就开始吧。那首先可以看到说呢，最大不一样就是这个相机模组部分啊，改成这种就是有一个相机岛的这个设计。基本上这个设计呢，跟那个 Z4-7 就是非常的相似，但它多了3倍长焦和雷射对焦模组。然后这一次的相机改动，就是它这边会多了一层底板的部分，就不太像是之前这样单纯的就是一层镜头。而且我仔细的对比了一下，发现我觉得它的相机模组感觉好像是有在更厚一点。你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就会稍微的感知到说，这个相机模组是有比较再厚一些的。那这一次的话呢，这个相机模组厚度就会有点像是 Z4-7 的这个厚度。然后这次的话，我猜它的更新的部分应该都是 focus 在说光圈变大这件事情。它这个2亿像素的主镜头呢，光圈会从前一代的 f1.7 升级到 f1.4， 然后下面这个5千万像素的5倍长焦镜头呢，会从前一代的 f3.4 升级到 f2.9， 所以主要都是以进光量变大的方式去做升级。那也有谣传说这个2亿像素的主镜头感光元件可能会变大，不过这一点的说法大家还是比较模糊一点。目前爆料还是主要以就是光圈变大的方式来进行啊。那再来就是这个3倍长焦部分，究竟是1000万像素呢，还是1200万像素？以及它的感光元件是不是真的会缩小？所以就是还不确定这样。那针对相机部分，还有一个不错的爆料消息是说，这次谣传这个 S26 Ultra 会形成一个2400万像素的人像拍照的模式。不过这好像目前他们还在开发研发中，所以就到时候可能会是以透过 Good Luck 的方式去做开启。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 Good Luck 的话，可以去看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就有详细的讲解 Good Luck 的部分。那就不知道可不可以跟那个 Vivo 的人像做一个比拼啦。不过至少三星有在往人像这部分发展，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这次还有个消息，就是说它这次这个前镜头呢，会比上一代的 S25 Ultra 的前镜头稍微再大一点。不过因为这是模型机，所以其实现在看不太出来，可能只有实际上手才能看得到。然后再来就是来看一下厚度的部分，可以看到说呢，这一次的 S26 Ultra 是在更薄了一点。原本 S25 Ultra 厚度是在 8.2， 那这次的 S26 Ultra 呢，则是到了 7.9 啊，所以你看整体来讲，体感上就是在薄了一点点。这个在模型机上也是有看到。然后再来就是它整个设计的感觉，可以看到说它这个边角部分感觉更加圆润了。如果你把它叠在一起来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它边角部分是更圆弧了一些。我们看到它多了一点显示出来，所以就是它差异的地方。然后实际上这样看也是感觉说这个 S26 Ultra 是在更加圆润一点。那我们看一下整个侧边设计，右边的话就一样是维持电源键跟音量键的按钮，不过它天线位置好像有改，这是 S25 Ultra， 看这边还有多一根天线，这边就没有。然后另外一边就是非常干净，这点还蛮不错的，就没有学习到什么奇怪的相机控制按钮，这个还蛮好。然后再来看上方就一样维持着喇叭孔，然后天线位置也是移到中间一点，就不知道他们这次天线有做什么特别的设计。然后再来就看到下面右边这个是 S25 Ultra， 左边是 S26。刚刚说呢，还是有保留了 S Pen， 这点还蛮不错的。说实话，我自己是觉得 S Pen 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毕竟它的功能一直被下修嘛。如果真的使用 S Pen 人越来越少的话呢，可能是会不见的。但这点就还要再看三星的统计数据。然后喇叭还是在这一侧啦，所以说如果你是这样打游戏，喇叭还是会被盖到，这个也是一样会发生的。再来就是充电孔以及 SIM 卡卡槽，SIM 卡卡槽这个洞不知道为什么移到这里了，就还蛮特别的。然后说到 SIM 卡，这次有个好消息，就是这次的 S26 Ultra 似乎台湾是会支持 eSIM 的部分，哇，真的是可喜可贺。不过这个支持的方法就不确定，它是以2张实体 SIM 卡加上1张 eSIM 的方式，还是1张实体 SIM 卡加上1张 eSIM 的方式，这个就要再看看到时候的状况是怎样。然后再看一下边框的部分，边框部分的话，它这次就跟之前不太一样了。谣传说呢，跟苹果一样，不会再使用钛金属边框，会改用铝合金。那不确定这个边框改动会不会造成它的这个散热跟苹果一样变好，这就到时候要来看。在下个环节开始之前呢，先来介绍一张超神的币圈神卡 EtherFi， 这是一张具备3% 回馈的加密货币 Visa 卡。只要是可以刷这张卡的消费呢，你就会享有3% 的回馈啊。重点
点是刷完马上就入账，真的超级舒服的。那这张卡申请也非常简单，它免年费，然后线上申请 KYC 就好，而且最厉害的是它可以绑定 Line Pay、Google Pay 和 Apple Pay， 只要绑好在你的手机上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实体店面热血开刷了。那存放在里面的美元硬币呢，可以丢进 DeFi 里面赚取4到4%不等的年化理财利息啊。那这个是根据当时的市场状况来做决定，像是我现在拍摄的当下呢，我记得就是6.98%的 APY 吧。那他们也有不定期举办非常多的活动，像是在1月份，只要透过我的连结注册去刷实物，只要吃东西的话呢，消费最高就有15% 的回馈啊，真的超夸张。那大部分的时间呢，我都是使用它的虚拟卡注册在我的手机里，搭配 Line Pay 和 Google Pay 进行使用。那你也可以跟我一样申请一张实体的卡片啊，就会更加安心。那总之，如果你对这张卡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使用我底下资讯栏的连结进行注册，或直接使用我的优惠码 Have Fun。除了一般日常消费会有3% 回馈以外呢，还可以小额资助我这个频道，让我继续拍摄影片。那不过最后还是要风险提示一下，在2025年时，他们是刷不管多少都是3%，但在2026年开始呢，它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决定多少金额内，它会给你3% 的回馈，然后再依序递减这样子。然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毕竟它是一张加密货币的卡，所以网站上的风险提示啊或者规范要自己研究好。然后里面尽量只存放你要用的金额或者日常的金额就好。如果真的要刷大笔的金额的话呢，我也建议你是放进去马上就把它刷掉，以防你赚了利赔了本啊。毕竟之前 FTX 那一次是真的是蛮痛的啊。那总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使用我的链接进行注册。那反正注册是不用钱。那我们就回到影片之中吧。好，然后接着就来看一下这个背面部分啦。这次我拿到这个模型机是白色的，谣传会有6款颜色，一般常规发售的时候会是黑色、白色、蓝色和紫色，然后再来商城限定色会是银灰跟粉金。那这次的主打色应该会是以紫色为主啦，因为这时候爆料消息就有爆料出这个它的信卡卡槽目前已经看到4个颜色了，不然谣传说这次也会有一个橘色就跟隔壁那个水果阵营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后来应该是紫色把它替代掉，所以应该是不会看到橘色的部分，可喜可贺啊！因为我觉得橘色就是一个登山的时候可以用啊，因为看起来是蛮安全的，就大家看到，但一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喜欢这个颜色。然后在背面部分，这是有个很棒的消息呢，就是它支援了完整的气兔了，也就是说里面会有一圈磁铁在里面。那这款模型机应该是没有这个磁铁啊，但到时候这边应该会有个磁铁，所以就可以做一些磁吸的应用。那如果你想要使用苹果的一些配件，应该也都可以达到。然后这一次呢，它的电池容量谣传也会升级到5500毫安时啊，不过比较可惜的就是这个容量应该就还是不是使用细碳电池的技术，就应该还是常规的电池。这真的是就比较保守一点，并且很多手机厂商都是已经使用到细碳电池，那苹果和三星都迟迟不跟进，可能是因为销量还 OK 的关系，就比较可惜一些。然后有线充电部分也谣传会上60瓦，这个就是可喜可贺的这种有点进步，是蛮不错的。对，忘记撕膜来撕一下。然后再来看到正面部分，这次正面呢还蛮有趣的，然后这次萤幕呢据说会有一个 privacy display 防偷窥萤幕啊，然后使用技术会是三星之前有展示过的 Flex Magic Pixel 的技术，就是它不需要贴任何的防窥的保护贴，它直接这样斜着看的时候呢你是看不到的，那这个就是还蛮不错的。到时候我还蛮想试试看这个功能，因为如果你在捷运上或通勤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也不是故意要看，但是你就坐着，我就这样低头看你就会看到，但是现在有这个功能可能侧边看就会看不到，你也不用再加一层防窥的保护贴在上面，搞不好还可以维持原本防眩光的镀膜在，所以基本上是还蛮不错。接着就来看一下硬体规格的部分啦，这次处理器应该使用就会是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 for Galaxy， 哇，这名字越来越长了吧？还是特制款的处理器，这个还蛮不错的。不过针对 S26 或 S26 Plus 就比较悲剧一点，有谣传指出呢，这次他们会分地区区分出高通或者是 Exynos 2600啊，就是有某些地区可能会使用自家的三星晶片这样子，就到时候再来看。然后 AI 部分除了原本的 Gemini 啊 Galaxy AI 以外呢，谣传这一次的 Bixby 会导入 Perplexity 的搜寻模型啊，就会让你可以在使用 Bixby 去做搜寻的时候更加精准。不过这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有点恐怖，是因为它其实有蛮多的 AI 的入口在，像是它有 Gemini 也有 Galaxy AI。那现在如果再把 Bixby 再拉回来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混乱。不过目前看到消息是会有额外这个 Perplexity 的功能，那就到时候看一下使用起来是怎样。特别是 Bixby， 我记得是不是还不支援繁体中文？
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没有在用，知道底下留言告诉我一下。然后发售的时间呢，预计会是2月下旬，目前看到最精准的时间应该会是2月25，那应该会在3月上旬到3月中开卖。那价格部分应该会是好消息，因为我这次看到谣传 S26 价格呢，可能跟去年的 S25 Ultra 一样，就是同价位或者是顶多就是些微的小涨价这样，但它的预购送的东西可能会变少啦，就还是会有一些地方会少一些。那价格目前看到的话，12GB 加256GB 应该会是43900元，然后再往上加就是512和 1TB 的选择。1TB 的话会是16GB 加 1TB 会是56900，但是这就是预估的价格啦。好啦，那差不多就今天这个 S26 Ultra 的快速上手开箱啦。模型机啊，模型机的快速上手开箱，我自己觉得这相机的改动可能要看一下它这个进光量变大以及它演算法更新的部分是不是真的有比较好一些以外，我个人觉得蛮有趣，就是这个萤幕的部分，它这个防偷窥的萤幕还蛮新的，算是没有看过的技术，还是蛮不错的。第一次实际使用，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气凸啦，就气凸应该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功能啊。好啊，差不多是今天的影片啦。如果你对于这个 S26 系列有很感兴趣的话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这部影片给你所有的朋友们。那之后我的频道呢，在 S26 系列发布时呢，也会第一时间抢先上手。那就希望今年还是有机会去一下国外参加发表会啦。不过这个就再看看吧。好，那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个喜欢，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并且把这部影片点赞后呢，进行热推。热推的功能对于我还是非常重要，也是持续让我经营这个频道非常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